荒野23世，成年人的睡前小故事，我是阿月，每天为您带来最温暖的电影故事，一起来看蓝色茉莉。故事开始前，别忘了点击右下角的订阅按钮，让阿月的声音陪伴你每一个晚上。如果老太太能有重来的机会，值机时她绝对不会选择茉莉身边的位置，因为这个看似优雅得体的茉莉，从自己落座的那一秒开始，就像个疯婆子般喋喋不休念叨她的生活，从与丈夫出狱听的那首蓝月亮开始，甚至连夫妻间亲密相处的细节都一股脑往外倒。老太太其实根本就不认识她，但茉莉管不得这些了。自从家庭破产清算，她的精神就有些不正常了。茉莉曾是纽约上流社会的贵妇人，过着无数女人向往的生活。丈夫哈尔英俊潇洒，不仅富有，还对她疼爱有加。而她那时每日的生活就是身穿高定，做慈善，穿梭于各个酒会之中，享受他人的追捧和艳羡。茉莉其实出身平凡，和妹妹金洁都是被收养的孩子，但她从小就明白一个道理，只要靠着自己的美貌和聪明，任何东西都可以手到擒来。那么养父母如是，今后的爱人丈夫更如是。于是大4那年，好不容易逮到一个单身富豪，茉莉急得连毕业证都没来得及拿，就辍学嫁给刚认识的富豪哈尔，从此开启阔太太的生活。岂料不久前，哈尔因金融诈骗被捕入狱，家中财产被尽数查封没收，而他也因不堪重负，主动结束生命。失去一切的茉莉这才飞来旧金山，投奔妹妹金洁。可即便是从云端衰落，茉莉仍不能从过去奢靡的美梦中醒来，她依旧摆着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，看不起妹妹的装修工前夫，也瞧不上妹妹的这间公寓，又狭小又低矮，根本比不上曾经在纽约市中心的大平层。等待妹妹回来的时候，茉莉就坐在破旧沙发上，再次喃喃自语起往日的辉煌。与此同时，金洁从前夫奥吉家中火急火燎接回了2个孩子，而奥吉一听说他是忙着回去照顾茉莉，就气不打一处来。那个茉莉当初富得流油时，怎么没想起你？现在落魄了，倒记起有个妹妹了。而且当年要不是他联合哈尔以投资为谎，从自己手中骗走20万美金，他完全能凭这笔中彩票得来的奖金过上优渥的生活。可茉莉终究是自己的亲人，如今哈尔身死，姐姐没了安顿之处，自己作为唯一的亲人，于情于理都要收留她。更何况在她看来，姐姐不懂金融，对公司业务一窍不通，诈骗明明是哈尔一人的问题，也不能完全怪他。当初事实也的确如此，茉莉对于丈夫递来的文件向来连看都不看，直接签字。她就像个漂亮花瓶，好看却无用，只需凭借美貌为丈夫装点门面即可。金洁回家后，用最热情的拥抱欢迎了茉莉的到来，2个孩子却没那么兴奋，因为他们想知道父亲为什么会说茉莉不愿与自家来往。事情还要回溯到几年前，不是茉莉不愿意和妹妹来往，而是她始终无法理解妹妹的选择。茉莉是养母最宠爱的那个女儿，只因她一直都是完美小姐，永远以最光鲜的姿态示于人前。但妹妹不同，她做什么都随着性子来，离家出走后更是嫁给奥吉那样粗俗的包工头。因此当初在得知金洁要和奥吉来纽约看望自己时，茉莉的第一反应就是麻烦。一来她不愿把每天喝下午茶的美好时光浪费在带穷亲戚见世面上，二来也是最重要的，被如今的朋友圈看见有这样的妹妹妹夫，那绝对是一件丢人的事情。不过茉莉还是做足了面子功夫，又是送妹妹名牌包，又是代付她的酒店账单，却绝对不会带2人去自己的生活圈子。而金洁2人此次前来纽约，是因为他们刚中了20万彩票，想让姐夫参谋一下该怎么使用这笔钱。哈尔便劝2人和自己一起投资酒店。尽管茉莉觉得妹妹一家是个麻烦，但对妹妹还算上心，更何况娘家人真靠着这笔投资好起来，自己一来在家中有了帮妹夫成功的成就，二来也算是娘家有钱，自己实力水涨船高。与哈尔单独相处时，她会叮嘱丈夫一定要带妹妹他们赚到钱，而茉莉白天忙于筹办慈善晚宴，便给妹妹一家安排司机，让他们自己去逛逛纽约。可金洁怎么都没想到，自己竟会在大街上
撞见姐夫与一个陌生女人拥吻。金杰不愿姐姐遭受蒙蔽，又担心姐姐得知真相会受伤，两相为难下，他只好等到晚宴，旁敲侧击茉莉注意那个叫做瑞琳的女人。茉莉却似是没听出金杰的弦外之音，笑着解释瑞琳只是丈夫的好友。但金杰凭借对姐姐的了解，还是认为她察觉出了什么。可装傻的话，大家还能相安无事。茉莉还是那个珠光宝气的阔太太，如果挑明哈尔选择离婚怎么办？而且这说到底是别人的家事。金杰思来想去，还是决定闭嘴。茉莉当然知道妹妹的意思，而她能做的就是回到家简要问了2句瑞琳的情况，以此来敲打丈夫。这件事我知道，你需要收敛一下。双方一旦达成了同意的默契，夫妻俩就又是以往恩爱模样。回到现在，由于这是茉莉来旧金山的第1个周末，金杰特意放弃与男友齐力的2人时光，带着姐姐在小镇上四处转转。2人随后坐在码头小酌2杯，此情此景则又让茉莉回想起曾经在塞纳河畔喝咖啡的悠闲时光。可她陷入往日的美好中没多久，就被走过来的2个男人打断。2人正是金杰的男友齐力。齐力想和女友的姐姐搞好关系，主动带着朋友艾迪过来打招呼，可茉莉并不领情。在她看来，齐力不过是个粗鄙的乡野之人，丝毫不懂上流社会的体面，不仅对于自己不想回答的问题再三追问，甚至戳起痛处，问起丈夫的具体死法。而这期间，艾迪还总插2个毫无营养的笑话来引起她的注意。茉莉对此简直忍无可忍，她就不明白这男友还不如当初的前夫奥吉，怎么越找越差，简直烂泥扶不上墙。回家前，齐力拦下茉莉，想要帮艾迪要他的电话号码，可茉莉根本瞧不上这群人。在她看来，和这种底层社会的人在一起，人生才是真的完蛋了。齐力见状也不再遮掩，质问他究竟要住到什么时候。原来齐力与金杰已走到谈婚论嫁的地步，如果没有茉莉的出现，他其实已经搬去与金杰同住了。茉莉发誓没有人比他更想搬出去，可他现在又没工作，还能怎么办呢？茉莉气冲冲回到家中，对着金杰毫不客气数落起齐力，称对方就是妹妹前夫奥吉的翻版，同样成不了什么大事。说实话，打断人家即将成婚的甜蜜，还要反过来数落自己找的男人不行，换一个人都会有火气，即便是对待自己的亲姐姐。然而金杰却从没这么想过，原因很简单，姐姐这种强势和自私几乎是与生俱来的，而她与生俱来的只有妥协和忍让。想了半天，金杰觉得话题应该转到姐姐自身问题本身，说艾迪认识一个牙医，最近在招聘前台，但茉莉自诩是高材生，绝不能沦落到去做前台。更何况当初遭遇变故，她在店里卖鞋被昔日好友撞见后，便发誓这辈子一定要东山再起，再一次华丽转身回到他们面前。金杰便想起来，以姐姐的时尚品味，也许可以从事设计行业。茉莉当即拍板，要在网上考一个装潢师执照，成为一名室内设计师。可她又不会使用电脑，报班学习又需要一笔不菲的资金。无奈之下，茉莉还是去应聘了牙科的前台。以前都是别人服务她，这还是第一次拉下面子去服务别人。听不懂要求的病人，混乱纷杂的预约时间，茉莉一天干下来，心里又委屈又崩溃。下班后要连吞几片抗焦虑药物，才能勉强稳定住精神状态。她又不禁想起过去的美好，以前都是别人伺候自己，哪有自己伺候别人？现实的巨大落差会让人的思想飞回到从前，而说起来，当初金碧辉煌的从前，其中也有一个小小的第三者，哈尔的儿子。尽管茉莉婚后一直没有孩子，但她将哈尔前妻的孩子丹尼视若己出。原因很简单，扮演好一个后妈，丈夫才高兴，自己的生活才更好。从小用心照看她，而丹尼也足够争气，聪明伶俐，在哈佛年年拿第一。丈夫哈尔也常去学校开讲座，哈佛谁人不知这对精英父子？只可惜后来出事，哈尔瞬间从乐善好施的慈善家变成了毁人活路的金融骗子。丹尼无法接受父亲的真实面目，受不了同学们异样的眼光，于是毅然决然从哈佛退学，从此再也没了踪影。一夜之间，家庭支离破碎，丈夫没了，钱也没了，
寄希望于继子大学毕业可以给自己一个好的生活，孩子也退学消失。茉莉精神几近崩溃，但她清楚自己迫切需要摆脱这样的困境。于是茉莉白天上完班，晚上回家又继续学电脑，不给自己留一点喘息时间。可齐丽周末带好友来家中，一边看拳击一边大声欢呼，金姐拜托她小点声，别吵到姐姐学习。齐丽却不以为然。茉莉曾经那么有钱，却能对自己的妹妹在酒吧里当服务生做到不管不问，这本身就是自私和冷漠。而如今落了难，才知道有个妹妹，按说你洗心革面脚踏实地的从头开始，这也算好事情。可你茉莉非要做什么室内设计师，不还是想着接触上流社会，一步登天，东山再起吗？齐丽瞧不上茉莉这种自命不凡的人，极度的自私自利，好像周围人都该围着她转。茉莉闻言气到快要发疯，但她自是不该与这种人当面起冲突，便忍着一口气坐回书桌。而齐丽也不愿看见女友夹在中间难做人，发泄过不满后，便带着朋友们继续去酒吧看球。茉莉等到齐丽一走，就开始劝说妹妹尽早甩掉齐丽，去认识一些体面的男人，好脱离这样的生活。金杰却有自己的想法，自己有间小屋，工作能养活2个孩子，男友算不上大富大贵，但品性还算端正，不偷也不抢，这样平淡而幸福的小日子怎么就不好呢？非要依附于男人才能算是成功吗？而茉莉卯足了劲想要成为室内设计师，事实却如齐丽所说，就是认为自己能接触到有头有脸的男人，借此重返上流社会。于是在面对牙医弗兰克的求爱时，茉莉毫不犹豫拒绝了对方。也许在世人眼里，牙医是份不错的工作，可在他看来还远远不够格，而他的脸上又怎能落下这种人的吻痕？茉莉愤怒推开弗兰克，斩钉截铁表明自己绝不会再来上班。但他没了工作，又如何支撑日常开销与包班学费呢？茉莉知道自己必须加快脚步，赶紧帮上一个合心意的男人。恰巧班里的沙伦周末要开一场派对，茉莉便接受了邀请，看能否在派对上钓到金龟婿。为了这场宴会，茉莉拿出压箱底的全套奢侈品，好在结果也没有让她失望。她举手投足间散发的优雅气质，以及那被金钱滋养出的谈吐见识，让她成功结识了外交官德怀特。茉莉已许久没笑得这么开心了。过了这么久，老娘我终于找到金龟婿了。当得知德怀特近期要回国竞选加州议员时，茉莉更是两眼放光。对方有钱又有地位，她深知这是改变命运的又一转折点，自己必须牢牢把握住德怀特。于是茉莉隐瞒了真实情况，虚构出一段令人同情的伤心往事。她谎称前夫哈尔是一名外科医生，死于心脏病发作，而自己也没有孩子，目前的工作是室内设计师。茉莉精心打造的人设完美契合德怀特的品味，德怀特当即邀请茉莉为自己的新别墅做设计，两人的感情也在这一来一回间火速升温。而茉莉参加派对时还带上了妹妹金杰，希望她也能认识优质男人。结果如她所愿，金杰与音响师艾尔一见钟情。金杰第一次接触如此贴心的男人，以往认识的都是大老粗，从来不懂照顾自己的情绪，而艾尔从内而外散发的气质，让精神干涸多年的金杰如鱼得水。一高一低之下，心里就有了动摇，以至于他开始盘算该如何与齐丽说分手。可金杰还没来得及开口，齐丽就气冲冲找上门来，质问他与艾尔是怎么回事。齐丽不明白，自己与金杰都要谈婚论嫁了，茉莉突然横插一脚，带他去参加了个派对。回来后，金杰就闹着要分手，齐丽因此恨极了茉莉。他恳求女友能及时醒悟，认清茉莉的真面目。茉莉就是个爱慕虚荣、不切实际的虚伪之人，听信了他的谗言，以后只会有数不清的苦头吃。但金杰此时已完全陷入艾尔的温柔乡中，根本听不进齐丽的劝说。他将齐丽赶出家门后，转身就兴高采烈去与艾尔约会。照顾2个孩子的任务自然就落在茉莉身上，而他也乐得其成，毕竟他还有许多过去的辉煌想说给他人听。茉莉冠冕堂皇地告诉2个孩子，伴随财富而来的就是责任。她声称自己和那些庸俗的有钱人截然不同，她会为穷人做慈善，
为博物馆和学校募捐。可茉莉忘记了那些财富来路不正，从一开始她就没资格摆出这副居高临下的姿态，更何况这些钱从来都不是她茉莉自己赚出来的。这种误导孩子价值观的言论其实是一种精神催眠。当初哈尔身死，一切都被没收，茉莉失去了一切，她的精神彻底崩溃，各类精神疾病缠上了她，抑郁、焦虑、幽闭恐惧症，以至于茉莉如今情绪一激动就要服用各类药片。不过现在好了，她邂逅了新的男人，在这段感情的滋养下，现在的她宛如凤凰涅槃，对未来充满了期待。但令茉莉没想到的是，她与德怀特只是相处了数周，德怀特就向她提出求婚。听着对方告白的话语，许下的诺言，茉莉激动到无法言喻。这是真的吗？她真的能相信德怀特吗？在德怀特满怀爱意的注视下，茉莉明白自己终于迎来了新生，那阔太太生活正在不远处向自己招手。茉莉最终选择接受了这份感情，并与德怀特相约明天去挑选订婚戒指，而金姐也正式向找来的齐丽提出了分手。茉莉说的对，自己不过是个普通收银员，她需要一个更好的伴侣，带来更好的物质生活。齐丽只是个不解风情的修理工，两个人在一起能有什么未来？恰好艾尔约她明天出海游玩，摆脱了齐丽的纠缠。金姐一回家就开始打扮自己，于是当茉莉走进家门，宣布自己明天就要订婚时，一下子被妹妹身上浓郁的香水呛得差点喘不过气。金姐便趁势介绍这是法国产的香水，而茉莉一听到法国二字，瞬间想起那个遥远的下午。当时巴黎的酒店打来电话，称哈尔把劳力士落在了房中，可哈尔明明跟自己说的是他去芝加哥出差了。茉莉这才如梦初醒，不得不直面丈夫出轨的残酷事实。她通红着双眼找到好友倾诉，而从对方支支吾吾的态度中，茉莉这才惊觉，原来身边所有人都在瞒着她。哈尔早已不是第一次背叛婚姻，多年来他的出轨对象换了一个又一个，从自己的好友到健身教练，最近的新欢则是来纽约做交换生的法国女孩，而那个女孩也是一切崩塌的导火索。没关系，当初的失败不意味着未来也会失败，我能过上一次上层人的生活，我也能过第二次。茉莉在第二天与德怀特手挽手走向珠宝店，可就在这时，一个意想不到之人的出现又再一次摧毁了茉莉触手可及的一切。来人正是金杰的前夫奥吉，他一见到茉莉就想起自己因他破碎的家庭，要不是被茉莉与哈尔骗光了存款，自己又怎会过得如此凄惨？奥吉越说越愤怒，直接当着德怀特的面将茉莉那不堪的过去一一揭开。他告诉茉莉，消失的哈尔继子丹尼如今在奥克兰的一家音乐用品店上班，成为了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收银员。父亲的弥天大作下，他只能用隐姓埋名换个方式来生活。所有人都因哈尔的诈骗而深陷痛苦，包括他的儿子，包括奥吉，但是不包括你，茉莉，你是最没有资格劝我放下过去的人。奥吉说的越多，茉莉的脸色就越苍白，她的伪装被尽数撕下。茉莉迎向德怀特愤怒的眼神，她知道一切又完了，她满心期待的美梦彻底破碎了，所有的一切在瞬间坍塌，坍塌的是美好的未来。但是此刻的茉莉心中最害怕的却是继子丹尼，害怕他得知一个真相。于是茉莉问他当初为什么要抛下自己一走了之，丹尼却觉得荒谬至极。这个茉莉究竟要装无辜到什么时候？原来茉莉并非妹妹口中那般的天真，对于哈尔那些非法的敛财手段，她其实一清二楚，但她不想毁掉自己优渥的生活，所以无论丈夫是出轨还是诈骗，茉莉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反正自己该花的该奢靡的一分都不能少。可哈尔这一次是真对法国女孩动了心，宁愿切割一半的财产也要与她离婚。按说这也并不影响茉莉什么，但是她不单要利，她还要名，还要面子。而茉莉当初放弃大好前程，选择辍学嫁给哈尔，如今要是传出去自己被抛弃，又不知背后会遭人怎样奚落呢？愤怒吞噬了茉莉的理智，她向 FBI 举报哈尔的金融诈骗，在确凿的证据面前，哈尔迅速落网。
而茉莉亲手毁掉了哈尔，却也亲手毁掉了自己的一切。如今茉莉找到丹尼，是希望丹尼能帮帮自己，可丹尼只想让她走得远远的。他结了婚，开了店，开启了新的生活，便不想再与过去有半分纠缠。茉莉浑浑噩噩回到家中，却发现齐丽与金杰重修于好。原来那天出海游玩，艾尔迟迟没来，金杰这才发现艾尔是个有妇之夫，而他经此一遭，终于意识到真心是这个世上最宝贵的事物。齐丽是个粗人，不会说好听话，也没有体面的工作，但他对自己和孩子始终一片赤诚。因此当茉莉再一次出言讽刺齐丽时，金杰不再忍让，他选择挺身而出，大声替齐丽辩解，捍卫这份失而复得的感情。而茉莉没有坦白自己被再一次抛弃的事实，她仍强撑着不可一世的姿态，称自己将与外交官结婚，未婚夫一会儿就要派司机来取自己的行李。茉莉洗完澡后便顶着一头湿发，高傲地走出门外。而金杰尽管刚刚与她闹了不愉快，但看着姐姐离开的背影，又心疼又难过。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，然而我管不了了，无论今后姐姐是好是坏，我过好我自己的小日子足矣。可茉莉独自走到了街上时，她却陷入了迷茫。她身上依旧是那件剪裁得体的高定，但此刻再名贵奢华的服装也遮盖不住她眼神中的慌乱与绝望。茉莉又一次想起那挥金如土的曾经，想起丈夫为自己的一掷千金，她沉浸在琉璃般绚烂的过去里，喃喃自语，以为自己还是那个人人敬仰的贵妇人。殊不知此时的她落在他人眼里与疯子无异。全篇完。哦对了，如果喜欢阿月讲的这个故事的话，别忘了点击右下角的订阅按钮哦，让我们每晚在光影23室相互陪伴。人一定要靠自己，自己强才是真的强。整部电影看下来，其实茉莉是有一条行为逻辑和思维逻辑的，即依附于他人，实现快速的阶级跨越，就是自己的成就。对不对？在她的角度来说是她的处事方针，但对于我来说，独立女性才是真正的美。按说她的养父母为她支付大学学费，而妹妹只能辍学打工，就说明家里如果有10分钱，8分钱花在了茉莉身上。因为茉莉漂亮、聪明，口才也好，从小就讨人喜欢，这样渐渐的让她产生了一种意识，只要我稍微动动脑子，花点心思，我就会得到我想要的。假设换一种环境，养父母对她和妹妹从来都是苛刻，都是虐待，那么茉莉就会明白，我一定要逃离这种环境，自己过上幸福的生活。那么她就会打工，就会努力赚钱，就会想办法自费上大学。所以这也就不难解释了，为什么茉莉过得如此公主，如此焦点，而妹妹一切都是逆来顺受，一切都觉得姐姐这样那样是有原因的。说白了，还是一种受害者心理。导演想表达的东西我是知道的，人性之恶、物欲爱欲的话题，但对于阿月来说，一部电影给我的感受，我希望把感受提炼成一种观点，化作小小的阿月说，分享给大家。这也是大家会发现，如今我的电影解说最后评论部分会是以阿月说的形式出现。不要因为他人的言论而去自卑，也不要因为他人的奉承而自骄自傲。你一直都是你，和他人无关，和世界无关。你对自己好，才能对他人好，才能对世界好。茉莉从来都是洁白芬香的小小花朵，坚持她自己在哪里都可以芬香满天下。奈何他人说茉莉是白色的不好看，换成蓝色的才是最美的，最终只会不伦不类，失去了真正的自己。加油姐妹们，靠自己，把自己的钱包一点点变鼓才是最美好的。靠自己找到一个单纯爱你和你爱的人才是最幸福的。莫要学那茉莉，把自己染成一片异域的蓝色。如今光影23室已经启用了热推功能，通过台湾朋友们的点击支持，可以帮阿月实现影片的更广泛曝光。具体操作步骤在说明栏中有详细说明，这将有助于我结识更多的观众朋友。阿月在此先行谢过，真诚希望在台湾的您能帮我尝试一下。再一次感谢大家的支持。如果你喜欢我讲述的故事，可以点击观看光影23室的播客列表，这里面分类整理了阿月讲述的近500部电影故事。
总有一款适合陪伴您进入甜蜜的梦乡。当然，也不要忘了订阅光阴230，这样就能第一时间查看我的最新视频。